你爱吃这个，多吃一点。这个你最不爱吃，但是对身体好。你瘦成这样，不心疼自己，我都心疼。芊芊，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，以后可该怎么办呢？ 君上，姑姑，天君寿宴，四海八荒的神仙大都前来祝寿。西海二皇子叠风来到天宫不久，便来到紫宸殿，说是有要事要与君上面禀。贾云不敢耽搁，便前来寻君上。你陪陪阿离，我先回天宫一趟，晚上我再来寻你们。好。 哎，客官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怎么就您二位啊？刚才与您一起的那位公子呢？这附近可有什么好去处？好去处有啊，从这边往南边走，有一个茶馆。这个茶馆啊，价格虽然高了一点，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。说书？对。那我们就去茶馆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哎，好好好。 咱们书接上回。话说这条蟒，两位请。斑斑点点是闪银光啊！张嘴吐信它惊人胆，左右寻时令人慌。抖树摇，石头晃，有人落入他的口，十拿九准是一命亡啊！ 于是这三人互望。你父君在天上品口茶的功夫，这凡间也就天黑了。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。这两位高高的乐器，身前那人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告辞。客官慢走啊！ 阿离呢？阿离呢？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？ 兄台，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？那楼便是。多谢。如此一甚好公子，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。唉，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！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，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。不过听着听着，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？方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。 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，小胖子没亲到又很生气，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，将小姐姐围了起来。我跑下楼想去救她，他们却没了影子。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花楼。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，可没见着什么花来。这是凡间的叫法。 不必太过讲究。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，找来找去没找到。进去一间厢房，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。娘亲你就来了。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夫君，好不？阿离明白了。一盏茶后，
本局再回来与你细谈此事。殿下慢走。娘娘，本宫听说，君上回宫了。君上是回宫了，但是又走了。又走了？青丘的那位姑姑在凡间游玩，所以君上一直在陪着她。在凡间游玩，那岂不是会误了天君的寿宴？啊，娘娘放心，君上早就说了，她一定会去寿宴的。那就好。哦，本宫是怕君上在青丘久留，会误了天君的寿宴。既然君上会回来，那本宫就放心了。啊，娘娘放心，君上一会儿就会到大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多好看啊！是。哎，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本王好生仰慕啊！好说好说。哎，哇，这手也是又白又嫩。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哇！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。能将我阿爹引得生一场气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吧。买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买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，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呐，一共就3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2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一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
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，你忘了便忘了。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君上，不必追了。属下失职，望君上恕罪。无妨。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，君上不打算追究吗？他们不是真人，是妖法做出的傀儡，专为杀人而生。就算追上了，也只会化作灰烬，问不出什么的。妖法？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？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，从东海离开的群仙，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。本军正准备彻查此事。君上，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。是。娘亲，这个粥很稠。乖。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，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。难怪，尝着这粥，和你做的粥一样。从前在俊极山时，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，我也吃不惯，却没见夫君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。我稍后有事，还得回趟天宫。夫君要走了，常玉说过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，竟然还舍得分开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让孩儿好好想想。天上的日子哦。啊，是天君的寿辰。不错。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？贺寿？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，夫君自己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你放心吧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我带团子回去。姑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天宫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。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？下午去集市买些枇杷回来吧。殿下果然守时，一盏茶便是一盏茶。方才在凡间，我也遇到了你说的人。殿下也遇到了。他们怎么敢对殿下下手？并非要对本君下手，他们是想要一个上仙的命，恰好被我的座下天书遇到。那殿下可留下什么活口？留了活口也无用，那些人都被妖法所化。是，就是妖法。这些人来自异界，可异界早已归顺天族，为何忽然会如此做？此事先暂且压下，先查出那些被追杀的仙人们都是些什么身份。是。
娘娘，君上回宫了，回来了，太子殿下回来了。那青丘白浅可跟着一起回来了？奴婢看得很清楚，太子殿下是独自一人回来的。他刚一回来就去了紫宸殿内，与西海二皇子议事，还未去宴席。好，他没来最好。这样我今夜就有十足的把握将夜华留下。娘娘，奴婢怕……不用怕。天君素来最讨厌那只小八蛇，连同小八蛇的儿子元贞也不喜欢。这几年才有所缓和。倘若元贞调戏我，天君一定不会饶过他。所以不用怕，在天君心中我很重要。哪怕他不看在自幼照看我的情谊，也会看在各分支部族首领的面子上，给我个交代。我是夜华的侧妃，我被他的堂弟调戏，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。夜华总会留在天宫几日。如今之计，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留在天宫，不让他再去青丘受那只九尾狐的魅惑。你在此处准备，我去找元贞，设法将他带来。是，娘娘。那就是北海水君的大儿子呀。是啊，你看看多可怜啊！天君的孙子还要在此处候着，不能直接去叩见。谁让那个北海水君娶那个小八蛇呢？就是。姑娘是何人？有什么要让元贞帮忙的吗？你该叫我一声素锦娘娘。啊，原来是素锦娘娘。元贞见过素锦娘娘。哎，按辈分，我是你的长嫂，你我就不必如此生疏了。那些奴婢的话，听听也就算了。活得久又能如何呢？最重要的，是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。我就很羡慕你爹娘之间的感情。娘娘说的是。哦，对了，怎么就你一人在此处呢？啊，夫君去给天君请安了，让我在这里候着，等着传召呢。是吗？嗯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带你进去。那怎么行呢？没有传召，怎么能随便进去呢？没关系，那可是你亲爷爷。况且天君这几日总是夸你，说你贺寿词写得好呢。真的？来。你随我来，天君现在就在洗梧宫，我带你去。嗯。娘娘，此处是……把他扶上去。是。
去，拿条白绫悬在梁上。是。快去，一路哭喊出去，就说我被小殿下醉酒调戏，想不开要上吊。是。快来人呐！我家娘娘被小殿下醉酒调戏，想不开上吊了！快来人呐！快点来人！我们家娘娘上吊了！来人呐！太子殿下，二叔，听说你最近一直在青丘住着，怕是婚事将近了吧？我还听少卿说，他在东海看到你旁边的女子是白浅上身，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在说笑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听三叔说，二叔这次来为天君贺寿，也带了长子元贞来。没错，啊，方才父君还在夸元贞聪明，只可惜，再聪明，也不过是北海水君的儿子，怕是与这九重天无缘了。夜华，二哥，快去洗巫宫，元贞出大事了！啊！父君，平身。谢父君。你交的好儿子，和你一样，色令之婚。元贞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父君，孩儿什么都没有做，孩儿什么都没有做。是他闯入臣妾寝殿，臣妾险些生于他。是臣妾辜负了君上往日的恩宠，求君上赐臣妾一条白绫，让臣妾死得清白些。求天君和君上赐臣妾一死。混账东西！你个畜生！是元贞不懂事，竟对素锦侧妃做了如此丑事。但求父君念在元贞尚且年幼，就饶他一命吧。求父君饶元贞一命，从轻发落。虽然素锦侧妃拼命抵抗，没有被他毁了清白。他若是旁人的儿子，本君尚能从轻发落，但偏就是你的儿子。本君三子之中，最宠爱的就是你，
也是你最伤本君的心。没想到今日，又是你的儿子伤了本君的心。本君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数万年来，初次让你带着儿子上天宫，竟然换来自己在寿宴上当着群臣的面，被自己的孙儿当众扫了颜面的结果。儿臣知错，求夫君息怒。元贞，你小小的年纪，竟也能做出这种错事，也是让本君不得不重新审视你。亏得本君还认为你宅心仁厚。求天君明察，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是素锦娘娘要孙儿来的，孙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求天君明察。你个混账东西！哪个女人会陷害别人来毁自己的清白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狡辩！来人！天君，捉捆仙索，将元贞给捆了，丢下凡间，历劫60年。60年后，再重列仙班。是。夫君，夫君救命！夫君，孩儿真的求夫君收回成命。元贞自幼性情温和，并不好女色，知子莫若父，他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求夫君明察，求夫君明察！夫君救命！当年，本君也以为你性情温和，不好女色。你不也做出了那般丢尽颜面的事？带下去！夫君救命！元贞，夫君救命啊！夫君，孩儿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这小孩子这么一哄就睡着了。夜华也真是好福气，有你这么个儿子。求君上赐臣妾一死，以正清白之身。君上。你今日做的又是什么戏？君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君上是在怀疑臣妾自毁清白？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会如此做？况且臣妾一心只有君上，君上难道不知吗？当年，你就是如此陷害素素。难道你真的以为本君识不破吗？君上冤枉！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你的命吗？一是因为劫破灯，为了那灯，我才饶你不死；二是因为你眼眶里养着素素的眼睛，你死了，素素的眼睛也就死了。但是，若你再如此作茧自缚，就休怪本君不留情面了。素锦，就算你死了，本君也有办法为这双眼睛找到新的主人。君上，君上，难道臣妾这么多年陪伴君上的情谊，
说，真的就一文不值吗？不错，一文不值。依我看，是素锦设的计，天君将计就计，打压二叔。你真是越来越看得通透了。只是可惜了，元贞那孩子也是倒霉。二哥也有不小心，当年父君就是为了那小八蛇把他贬去北海，如今他却夫妻感情更深，这都是要生第4个了，这不当着四海八荒的面，让父君面上不好过吗？元贞也算是替父母受过了。 收一收过也好，稍后啊，我也去劝劝二哥，让他万事都收敛一些，恩爱都得藏着，否则不让父君面上好看，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三叔与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我只是觉得奇怪。 你既然知道素素就是白浅了，为何不把她赶紧接回天宫？她可是与你有婚约的人。我不是说过，他已经彻底将我忘了吗？真的忘了？那一定是折颜上神的忘情药了。看来他还记得你挖走他双眼那件事，才将你彻底忘了个干净。 如今你住在青丘，是如何打算的？我想从头来过。从头来过。他是素素时。 在天宫里没有任何好的记忆。既然如此，忘了就忘了吧。我只要慢慢来，让他心中有我。这一次，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，名正言顺的。 娶她为妃了，也好，如此也好。贵人都起风了，快回去吧。都2年了，陛下还是没有来见我。娘娘被奸人所害，这宫里都传遍了，说娘娘额头这凤尾花是朵妖花。陛下听了，自然不想见娘娘了。原来是因为这块胎记。 这块胎记还是姑姑最喜欢的。娘娘也不要伤心了，谣言总有一天会过去的。娘娘还年轻，不怕得不到宠爱。可若是日日不得见，如何能捧出一颗真心来，圆了他求一人心的这个念想？
陛下。坐。臣妾不敢。朕准你坐。是。贵妃她终究不愿回宫。贵妃？贵妃她15岁入宫，朕一直很宠她。没想到她生下太子元贞后，竟吵着要出家。朕拿她也没办法，只好在皇城后山给她修了间道观，让她潜心修行。贵妃倒是一心向道。她等元贞一直住在道观里，直到元贞16岁，才派了一个道姑把元贞送回宫里来。她也只是每月初1、15才回来看望自己的儿子，从来不见朕，从来都不肯见朕，就好像没有朕这个人一样。司命说，帝君此番入凡间，是为了参一参人生6苦。照这模样看来，司命的故事编得还真是尽心尽力。他就不怕帝君回到天上，回味自己在凡间吃的这些苦，让他也下来参一参人生6苦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臣妾是在为陛下伤心。贵妃如此得到陛下的恩宠，却不珍惜，如此不但糟蹋了陛下的一片真心，也对不起宫中爱慕陛下的女人啊。你也爱慕朕吗？臣妾是陛下的妃子，当然爱慕。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，让陛下看一看，心里头装的是谁。倒是很会哄人呢。陛下，你笑了，笑了真好。什么事都可以忘得很快。我姑姑说的，沧海桑田，来回变幻，无论是谁，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粒尘埃，何必要想那么多，为难自己呢？说的也有些道理。此花很美，不知为何，朕每次看到你额间这花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陛下，记得这块太紧。说不清楚，只是想一直看下去，不想再看别的东西。朕也觉得此事有些玄妙，还以为是中了你的妖术，所以这2年朕一直避开你，就是怕一直看下去，就再也不能放手。陛下，你的茶喝完了，我去帮你添一杯。怎么连一点情话都说不出了？哎，不能这样啊！有了，两声咒。娘亲，夫君什么时候回来？阿弟想吃蒸蘑菇，想喝白菜萝卜汤。应该快了吧？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
不是和你说过，阿丽现在长身体，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，给她改善伙食。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？夫君，娘亲眼红了。是盼着你回来做饭。有了。哎，姑姑，你魔怔了吧？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，让她做夜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。这样，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，我们也有的吃了。好，咪咕，这就这样绑门去。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，化作道姑，在凡间照顾元贞。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丘找白浅？君上，你不懂，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。我一定要去找姑姑，让她替元贞渡劫。他惹下了祸事，他就需要历劫。别说是青丘白浅，就算是折颜上神，恐怕都管不了。不，姑姑能管。你对你的那个姑姑，未免也太信任了吧？不是我太信任姑姑，而是我跟君上的事，天宗已经欠了青丘。这件事，别人不管，姑姑一定能管。哪怕姑姑擅自给元贞改了契约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白浅的性子，若是他为难你，君上不要担心，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扇，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。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我。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，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排了甚长2行队，这会儿去，怕是晚了。不晚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做什么呀？给我登记一下啊！会打鱼，还会烹鱼。一会儿就到我了，自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多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听明谷说，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煲汤。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我会做鱼。下一位。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肯顾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2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咪咕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
你这般皮来，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仙物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真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真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真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真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真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真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真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少卿已经打听到，在元真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少卿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
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，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四海八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？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。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劫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。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，
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，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嫁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波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他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，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
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韵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？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贞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贞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贞明白，可是……多谢道长，这几年对元贞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贞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
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，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少仙，那日在东海义军出言不逊，今日反倒学会对昆仑虚低头了吗？我是来求见司音上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见司音？哼！7万年前，正是因为与你异界一战，我师尊战死，司音也随之失踪。你竟还有颜面来这里，还说什么要见他？上仙，前几日我见过司音，我想他与昆仑虚颇有情深。若是回来，他一定会来昆仑虚。什么？你见过他？在何处？在东海北岸，北荒境内。北荒。义军，请回吧。虽说我昆仑虚为了天族不会再与异界为敌，可和异界也绝无任何情谊。至于司音，我和众师兄会继续找他的下落，就不劳义军费心了。不送。少仙留步。问他有什么用？既然阿英故意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那些昆仑虚的人又怎么会晓得？火麒麟，君上，回大紫明宫。是。君上。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，手中均带着这幅画。听闻这幅画正本是义军离境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这分明又是祸国。巅峰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离境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离境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又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帝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
见到此画卷，你是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